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讲讲6种不能娶的女人面相，婚后不安分，容易给男人戴绿帽子，遇见了千万要远离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1. 眉毛稀少、声音沙哑的女人。眉毛在相学中称为感情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对待感情的态度。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很少，看上去稀疏平淡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属于比较薄情的类型。若是再加上声音沙哑的话，这类女人大多生活比较放纵，对自我缺乏约束力，私生活方面较为混乱，经常喜欢在外面厮混，甚至是经常夜不归宿。给这种人在一起是没有丝毫的安全感的，还会把家中闹得鸡犬不宁，娶得起但守不住。2. 印堂窄的女人。印堂位于两眉之间，也称为命宫，对一个人的命运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如果女人的印堂部位长得较窄的话，代表着心胸比较狭隘，喜欢斤斤计较，胸襟和气度不足，对人对事缺乏包容之心，在感情和婚姻中也是如此，特别的喜欢挑刺，整天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另一半发生争吵，从来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，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。一旦内心觉得彼此不合适，说离婚就离婚，没有一点牵挂或遗憾。3. 鼻梁起结的女人。鼻子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行和做事的态度，不论男女，如果鼻梁中间部位长得突出起结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好胜心都比较重，是不会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，凡事都是3分钟热度，缺乏坚持，而且性情古怪多变，让人很难捉摸，也很难相处。这种鼻相的女人对于恋爱习惯性的都抱有一些目的性，而且自我的防范心理很重，对另一半缺乏信任，总是疑神疑鬼，只想要得到，却不懂付出。即使相处不下去，为了面子，也会率先提出分手。4. 小嘴樱桃口的女人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欲和享受欲，樱桃口的女人大多口才比较好，善于交际，非常的能说会道，而且比较喜欢依附于另一半，自己在事业和家庭方面不太喜欢付出。不过这种女人比较的聪明，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，又能言善道，会哄人，能够把对方掌握的服帖。不过这种女人对待感情缺乏长性，有些喜新厌旧，又比较的善于隐藏自己，一旦变心就会转身投入别人的怀抱中，又不会被另一半所发现，婚姻还算顺利，但感情比较多变。5. 眼睛水汪汪桃花眼的女人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也最能表达出一个人内心的真正渴求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眼睛长得较小，看上去水汪汪的，而眉毛又比较细弯的话，这种女人看上去比较温柔，容易激起男人的保护欲，比较受男性的喜欢。但是这种女人的自控能力比较差，容易经不起外界的诱惑，即使是结婚后，如果遇到令自己心动的异性对自己展开追求的话，在感情上就会变得左顾右盼，不懂得拒绝，很可能会脚踏多条船，婚后也不会安分下来。6. 耳朵尖没有肉感的女人。耳朵主智力和毅力，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尖瘦无肉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智慧不是很高，但是却非常的任性，在为人处事方面特别的自我，从来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，所以行事有些蛮横无理，对他人也比较的苛刻，在感情中也是如此，希望对方事事都要顺着自己，稍有一点不满意就会大吵大闹，让另一半特别的心累和无奈。而且这种女人大多心肠非常的狠心，不管你对她有多好，一旦她不喜欢你了，说分手就分手，毫无情义可讲。7. 嘴巴大而不收的女人。嘴巴是一个人吃饭和说话的部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和享受。如果女人的嘴巴长得较大，且嘴唇外翻合不拢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贪图享乐，但是不喜欢付出，属于那种好吃懒做的类型，而且话还比较的多，说话也比较难听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面子和感受，还经常喜欢在背后挑拨是非，说别人的坏话，经常祸从口出，容易得罪人，人际关系比较的差，会影响到丈夫的交际和事业运，家中破财较多。古语中讲，女人口大吃光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8. 头发硬，无论男女，如果天生头发比较硬直的话，这类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刚直，而且血气很足，凡事喜欢争强好胜，在感情上也是如此，不喜欢主动，放不下架子，遇到喜欢的人容易错过，一旦开展恋情又比较的投入，但是他们遇事喜欢钻牛角尖的个性，会给另一半造成很大的压力，失恋后需要很久才能走出来，他们的感情一直都不太顺利。
比较的波折，经常容易处于失恋之中。9、五官失衡。这里说的五官失衡，主要指的是脸部的比例不佳。在面相学中，眉毛上方的额头部位称为上庭，眉毛至鼻尖部位称为中庭，鼻尖以下的部位称为下庭。如果上庭部位长得较长且饱满开阔，而下庭部位长得短窄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头脑比较聪明，但是却比较自私，不懂得为他人着想，而且晚年运较差，属于年龄越大，婚姻或感情就越容易出问题。而且好多感情也是结束的有点虎头蛇尾，不明不白，属于习惯性失恋的内心。这类人适合老少配，找比他们年龄差距较大一点的对象，婚姻才能相对比较稳定。10、眉浓眼小或眼睛无神。在面相学中，眼为君，眉为臣，眼睛最能表达一个人的精气神。如果一个人的眉毛浓黑，但是眼睛较小的话，就会喧宾夺主，或者是眼睛无神的话，这类人大多比较被动，缺乏进取之心，容易受制于人，感情上也是如此，容易被对方牵着鼻子走，很难占据上风，所以在感情中属于容易受伤的一方。失恋的频次比较高。11、经常脸红的人。现在我们经常用脸红形容一个人内向，不爱表达，在与人交际过程中，尤其是与异性打交道时，比较的害羞。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，经常脸红的人对待感情时大多比较的花心，因为太容易动心了，对每份感情总是维持不了3分钟的热度，时间一久，新鲜感一过去就会觉得腻，然后就会选择分手或离开，不会专注于某一段感情。虽然说经常容易失恋，但大多属于主动分手的一方，很少会受到伤害。12、眼大鼻梁高的人。眼睛大的人看上去比较灵动，很受异性的欢迎。鼻梁高的人自信，浑身也会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魅力。如果二者兼有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思单纯，对感情非常的投入，但同时也比较的容易冲动，在感情上容易上当受骗，最终会吃大亏，经常会遇到一些花心的渣男或渣女，因此经常会让自己沉浸在思念的痛苦之中。如果不学着成长，那么只会让自己受伤。13、牙齿往外露的人。嘴巴为出纳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沟通交流能力，而牙齿为肾的花朵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脾气和健康。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外露明显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能言善道，在恋爱初期的话很占优势，懂得甜言蜜语哄对方开心，但是后来慢慢也会将自己的好胜心展露无遗，嘴巴上不喜欢吃亏，还喜欢在背后说3道4，导致双方容易发生口舌的纠纷和矛盾，而且不懂得退让，那失恋自然也就是早晚的事情。14、臀部丰腴。男人是否拥有富贵命，可以从他们臀部进行判断。臀部丰满跟胖瘦没有关系，关键是能把裤子臀围的位置足够的撑起来。这类男人在金钱方面有一定的累积能力，可以存下一定的积蓄，非常有耐心和毅力。只要是自己确定的目标，无论在前行路途中会遇到什么挫折和磨难，他们都能够咬牙坚持到最后。这类男人可以在投资理财方面展现出过人的才华与智慧，他们善于把控住风险，还能够妥善分配好个人的钱财。他们可以在风险最低的前提下，将收益实现最大化，最终必然可以赚得盆满钵溢。而且这类男人身上有个非常不错的优点，那就是低调内敛，即便自己手头特别有钱，也依然会树立勤俭节约的意识，不存在高调炫富或是花钱大手大脚的情况。15、足心凸起。男人是否拥有富贵命，可以从他们足心处进行判断。足心倘若有比较明显凸起的肉，说明他们可以拥有旺盛的贵人缘，不管在其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都可以得到贵人的提携与帮助，这样轻而易举便能够获得成功，从而收获大富大贵的人生。这类男人在求学阶段可以遇到很负责任的老师，在对方的谆谆教诲之下，他们的学习成绩很优秀，还可以获得可观的奖学金。步入职场后，他们可以得到上司的重用，还可以负责一些重大的项目。一旦等到最后成功交付，他们必然可以拿到特别巨额的提成与奖金。除此之外，在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时候，身边也会有我提供指导性意见，到最后他们必然能够买到涨势喜人的股票或是基金。16、下巴圆润丰满。其实对于如果是下巴圆润丰满的男人，那么都是有着在做事上都是会有着能力上都是有着不错的
而且对于在生活里却是一个很好的财运旺的人，在做事方面里更加严行守信，在家庭方面里可以说都是很疼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，也是一个很标准的好男人来到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是我们五官之一，从面相中我们可以看一个人一生是富贵还是贫贱的，看一个人的性格命运，从嘴唇中也是能看出来的。一个人的嘴相好的话，那么这个人的能力肯定也是不错的，桃花运也随之旺盛。如果嘴相不好，那么桃花运会差，此人的命运也坎坷多。那么如何看嘴唇面相呢？下面就跟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公子口。所谓公子口，指的是上唇如弯弓一样棱角分明，饱满红润，下唇与之对应的也是饱满润泽的嘴型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在生活和工作中始终以一种积极年轻的心态来面对一切，精神抖擞，乐于开拓进取。对于这种朋友而言，一般到了中年时期，是自身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。假如能够把握机会大干一场，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成功，是越老越吃香的类型。二、牛口。牛口指的是双唇像牛唇一样，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双唇肥厚饱满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首先从家世而言往往就不错，容易得到家人的帮助和支持，因此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此外，这种朋友们做事往往粗中带细，虽然表面上可能无所顾忌，然而在真正做事时更加容易创出精品工程，因此得到大家的好评。这种朋友性格开朗温顺，不易与人产生矛盾冲突，健康运势也正由于心态良好而稳中有升。三、四字口。四字口指的是嘴角整齐光洁且微微向上翘起，上下嘴唇薄厚均匀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四字一般。相书中对于四字口的介绍是这样的：口角光明唇两齐，聪明多才着冠衣。意思是这种口型的人一般聪明又有才华，一生富贵显赫。这种人头脑聪明，富有才智，而且做事也比较努力，再加上身边人的帮助，在事业上发展顺利，也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敬，有做高官的潜质。四、龙口。龙口的重要特征是嘴角丰润亮泽且向上翘，双唇宽长而坚厚。相书中形容龙口的人是这样说的：龙口两唇长且尖，玉带缠腰全通达。意思是说，龙口的人一般内心较为清高，为大贵之相，容易做大官。这种嘴相的人一般权力欲比较强，有着很强的管理和协调能力，领导才能比较突出，自身素质也非常高。中年时运势发展较好，容易获得不错的名声和权势。五、虎口。虎口的重要特征便是嘴型宽大且双唇饱满厚实。相书中形容虎口的人是这样描述的：虎口阔天有收拾，须知此口必荣华。意思是说，这种嘴相的人要么显富，要么显贵。长有虎口类型的人性格非常的直爽大方，而且特别重义气，属于非常热心肠的类型，乐于帮助他人，容易交到很多真心的朋友。在事业和生活经常容易得到朋友和贵人的相助，财富增长较快，命中会有大富贵。六、仰月嘴。所谓仰月嘴，指的是口型端正，嘴角上扬，下唇比上唇稍厚，而且唇色红润，牙齿洁白，整个嘴型看上去就如弦月一般。麻衣神相中有言：口如仰月上朝弯，齿白唇红似牡丹，满腹文章生价美，尽达富贵列朝班。意思是说，仰月口的人一般很有才华，能够发达富贵。这种嘴相的人大多性格很好，特别会说话，而且乐观开朗，交际能力非常强，又特别重义气，人缘非常好，朋友比较多，
容易得到贵人相助，容易发达富贵。7. 樱桃嘴。樱桃嘴指的是嘴型薄小，双唇红润亮泽，牙齿紧密而整齐。相书中有云：樱桃口尖，唇胭脂，笑若含情，韵和畅。意思说的是，一般樱桃嘴型的人头脑比较聪明，个人能力较强。这种嘴型的人一般心性善良，待人和善而真诚，人缘特别好，对于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强，善于学习，综合素质非常好。女人有此嘴相，易嫁贵夫；男人有此嘴相，易遇贵人，一生富贵。8. 鲤鱼嘴。此嘴型的嘴角是下垂的，这种嘴型面相的人一生都碌碌无为，虽然他们做事很认真，但是抱怨也很多。生活信任很重要，而且此面相的人刚好很难信任别人，总是喜欢说个不停。女人如果是此嘴型，那么必定是个二婚命。这面相的女人婚姻是失败的，在婚姻感情路上很不顺，坎坷也多，注定会离婚再嫁。而且他们遇到事情，首先不是考虑如何解决，而是一直埋怨，所以此面相为贫贱之相。9. 方形嘴。方形嘴是很常见的一种嘴型，这种嘴型牙齿遮得很严密，嘴唇红润，牙齿白净，笑起来的时候不露牙齿。有这种嘴型的人绝对是个保密很严的人，你无论和他们讲什么都不用担心会被他们说出去。人品好，是个很讲信用的人，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。他们在工作中也很有能力，能刻苦，事业发展很有前途。10. 嘴唇薄。嘴唇薄的人是个淡泊冷淡之人，什么事都会斤斤计较，整天喜欢唠唠叨叨的，挑人毛病也一波接一波的，人缘很差，有的时候还总喜欢说大话。男人唇薄，一生无才，待人比较冷淡，能言善辩，且很滥情。女人唇薄，天性也是多情之人，一旦有异性追求她们绝不会拒绝。这种女人只对金钱物质感兴趣，如果对方能够满足她们的虚荣心，她们会珍惜继续这段感情。她们对感情继续还是结束，都取决于物质是否满足她们。11. 嘴巴大小看运势。嘴巴的大小是以鼻子为对比标准，嘴巴在闭合的状态下略大于自己鼻子为标准，宽度以黑眼珠垂直一条直线为标准。男人嘴巴大，外出顺利，有口福，并且口才极佳。女人嘴巴大，命运不佳，有好吃懒做之时，且儿女教育往往失败，一生难富。相书曰：男人口大吃四方，女人口大败夫家。12. 唇上下对称。上下唇匀称且棱角分明者，则是大富大贵之相。而且此类人在为人处事上也是正直之人，为人刚正不阿，深得好人缘。这类人命带正官大运，从小不愁吃穿用度，更富有激情和朝气。无论男女，在职场上都左辅右弼，频遇贵人，一开金口就能逢凶化吉，口才好，而且潜力十足，能受领导重用。13. 双唇红润齐整，笑不露齿。有这种嘴型的人很有口福，喜欢饮食。此外，这类朋友更加适合进入仕途，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领导的欣赏和重用。如能积极表现，提升的速度和潜力都很大，并且到中年以后，这种优势会显现得更加明显，属于官途稳中有升的类型，运势越来越好。14. 双唇宽厚，嘴角上翘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从家世而言往往不错，容易得到家人的匡助和支持，因此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此外，这种人做事往往粗中带细，因此得到大家的好评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性格开朗温顺，不易与人产生矛盾冲突，健康运势也正由于心态良好而稳中有升。15. 双唇棱角分明，饱满红润。有这种嘴型的人，在生活和工作中能始终以一种积极年轻的心态来面对一切，
乐于开拓进取。一般到了中年是自身事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，假如能够把握机会大干一场，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取得成功，属于越老越吃香的类型。16. 嘴型宽大，双唇厚实。有这种嘴型的人很讲义气，很注意自身的修养和德行，由于自身的仗义和乐于助人而交到很多知心的朋友，他们会在工作生活中给予你最有力的帮助，因此容易因贵人和朋友而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，财富也会随之日进斗金。如能保持这种性格，将来便可成为大富之人。好了，今天的面貌动人是人见人爱的，可就是红颜薄命。而有的女性长得并不好看，却事事顺风顺水，其实这都跟面相有关。命好女人面相是怎么回事呢？那么命不好的女人面相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不多说了，下面大佬就根据人的面相特征为大家介绍，让我们一探究竟好命女人的面相。1. 命好女人的面相。1. 耳垂大。耳朵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福气，如果女人耳垂厚大且柔软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温和，待人宽厚，心地非常善良，富有爱心和同情心，而且很有智慧，做事很有分寸，特别懂得关心和体贴他人，能够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不仅自身的事业运和朋友缘较好，而且旺夫益子，能够给丈夫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助力，属于难得的大富大贵之相。2. 鼻相好。鼻子在相学中对女人来说尤为重要，一是美观，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气质和气势；二者来说，鼻子在相学中也称夫星，代表着女人的大运。这里说的鼻相好，主要指的是鼻梁挺直饱满，鼻头丰隆开阔，鼻头圆润有肉。这种鼻相的女人一般非常知性，为人很有自信，做事很有主见，个人能力比较强，处事果决，在事业上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，对待感情也比较专一和忠诚，还能在事业方面给予丈夫一个人的扶持和帮助，帮夫运极佳，夫妻感情稳定，生活幸福。3. 眉清秀。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、人际关系和感情运势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长得清秀柔顺亮泽的话，看上去既不会太粗，也不会太细，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。这种女人大多性格和脾气都非常温婉，待人也非常真诚，所以人际关系非常好，很多人都愿意与她们打交道。事业上常有贵人相助，财运也非常好，挣钱比较轻松，而且身体素质也非常好，身体特别健康，一生少病少灾，长寿而富贵。4. 人中长。人中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生育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人中部位长得深长而清晰的话，代表着这种女人先天肾气充足，身体素质较好，生育能力也比较强，个人基因非常强大，而且性格温厚，往往能够培育出优秀的子女。一生的子女缘分深厚，子女聪明有福气，特别孝顺，子女往往能够取得较高的成就，而且人中也称寿堂，人中身长的话，也预示着能够长寿，真实的好命女。5. 樱桃口。所谓樱桃口，是指嘴巴长得特别小，但是薄厚均匀，看上去整个人就会特别的性感有气质。这种女人一般长得都比较娇俏可爱，表面看上去整个也显得柔柔弱弱，特别能够激起男性的保护欲望，非常受异性喜欢，而且个性也非常安定，没有太大的野心，非常安于现状，但做事认真，不喜欢挑剔，所以也特别好相处，人缘非常好，旺夫又旺子。6. 下巴圆。相书中有言，风寒重移，旺夫兴家，意思就是说下巴丰满圆润的女人往往能够旺夫兴家。下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和担当，特闷的性格脾气和储蓄能力。如果女人下巴圆润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温和，待人处事方面非常热情，
也特别善解人意，懂得为他人着想，可以让丈夫毫无后顾之忧地在外面打拼，事业发展顺利，晚年特别有福气。2. 命不好女人的面相。1. 声音粗大有男性化声音的女孩。这类女孩脾气暴躁，性格反复无常，喜欢欺负自己的丈夫。这类女人精力旺盛，但过分心直口快，常常将家庭闹得乌烟瘴气。而且这类女人眼相凶恶，有天生克夫相。如果有了孩子后离婚，与孩子一起生活，则自己生活艰难，但最终孩子将成为人才，晚年可靠孩子享福。如果不离婚，将有更多的灾难，一生难得过几天安稳的日子。2. 眼头眼尾有痣的女孩。这类女孩出生到3、4岁就有此痣，此痣代表有婚外恋，哪怕她就是丑八怪，也绝对会有自己的情人。这可能是命中注定所致，因为在特定的环境、工作和人缘中，这类女孩无法逃脱有外遇的机会，而且也是她心甘情愿的。虽然婚后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秘密，但是时间久了必然被丈夫所发现，最终闹离婚或天天大闹天宫的家庭生活。3. 两腮无肉。倒三角脸型严重的，两腮尖削无肉，下巴尖细如锥子般的，这样的面相，女人一般会婚姻不好，或者晚年孤独，性格偏于自私自利，眼里没有别人，慢慢就剩下自己了，败夫克夫难免。4. 鼻子尖细与凸起。鼻子尖细的人会心有城府，方法手段也很多，这样的人可以观察出别人心里的心事，早成熟，自尊心强，很难控制，也很少听取别人意见。不好相处。鼻子中间很明显凸起的人，个性非常怪异，很难缠，而且固执，恩怨不分，软硬不吃，所以夫妻相处困难，婚姻难圆满。5. 眼尾上翘。眼尾向上翘起的眼相称为虎眼，生着这样的眼睛，特别会产生一股媚劲，吸引某些类型男人的喜爱，但因为对自己男人会盯得很牢，显得过分善妒多疑。现代的男人很难能接受整天缠着他的女人，这样的感情关系会带给彼此很大的精神压力，婚姻情感无法维持长久。6. 耳朵轮廓看女子命运。耳朵的轮廓突出的人，从个性看比较叛逆，因此婚姻很难顺利。耳后见腮，从正面看腮骨向两边翻起，或从侧面看腮骨过于方，好有尖角般的向耳后突出。这种人生性外向，善于交际，一定会做出背叛的事情，情感也很难顺利。7. 唇不匀称。从正面来看，左右唇不平均，比如左半边比右半边薄，或视觉上感觉此人的嘴斜向脸颊的一边。生有这种嘴的人，婚姻容易出问题，因为这种嘴相容易在相处过程中过度的失言，夫妻之间争吵不断，这种面相婚姻也不容易幸福，不用心经营可能就会导致离婚。8. 眉毛看女子命运。眉毛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脾气个性，眉毛长得很不均匀，断断续续，这种女人有很强的个性，善于看透对方心理，个性怪异，因为婚姻圆满，个性方面会占很大的比例，因此这种面相的人婚姻不容易幸福。双眉分开代表一个人的度量是否宽广，但是宽过两指就会在生活上很随便。眉尾还向下垂，缺乏自我主张，很容易受金钱物质的诱惑，也很容易受周围朋友的影响，导致婚姻的紧张。9. 身材又细又高而又体质差的女孩。这类女人先天精气不足，做事容易感到疲劳，体弱多病。她们虽然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很得体适中，显得很漂亮，追求的男人也很多，但这种女人最终与结婚的那个男人肯定没有什么发展，而且结婚后男人的事业更是一塌糊涂，不得不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，时常为生活而四处奔波，非常劳累。而且这类女孩出生的孩子也大多体弱多病，生的孩子大多是女孩。10. 鼻梁如刀锋尖削，肉少。这类人多对人对事比较苛刻，
缺乏温情，导致在婚姻上不容易顺利，情路大多比较坎坷。如果鼻子过挺、鼻梁有结的女性，这类女性比较自负，意志力强，一般人看不上，即使有了也是爱有脾气，容易反复无常，导致情路不顺，婚姻生活中多波折，稍加不注意，离婚的概率比较高。如果鼻子与面部的比例太小，面大鼻子小，这种人多属能人，这类女性一晚婚，为家庭所累，婚姻中难找到有能力的伴侣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